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张志豪议员、黄伟汉先生、李永平前副市长、张家俊委员、张志豪议员。好，美国跟以色列他们两个先达成20点和平计划哦，然后呢，川普就说以色列都同意了，你哈马斯必须接受，否则美国要支持以色列完成的任务，把你们毁灭，就这个意思哈、哦。我们俩先讲好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能不能结束这个冲突？川普提了20点和平计划哦，那包括这个加萨要成为没有恐怖威胁的区域哦，然后呢，这个双方同意战争会立即结束。那以色列会释放250个无期徒刑的囚犯跟1700个这个被拘留的加萨人啊，不管死的活的，他彼此都要释放了啊。那另外呢，哈马斯的成员可以获赦免，不再把你们当成恐怖分子，从此这个从良，好好做人啊，不要这边这个搞恐怖主义啊，然后要设立一个经济特区啊，哈马斯跟这些派系不得参与加沙的治理哦，加沙呢要去军事化，而且要被监督啊，反正哦，基本上了啊，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马斯必须要放下武装。哦，不可以军事化啊。那以色列说同意了啊。那哈马斯说现在面临生死选择。巴勒斯坦人说呢，哈马斯永远不会接受的，苦难会继续下去的。因为哈马斯想，你要我解除武装，我解除武装就没有力量了。那我没有力量后，等到我真的把武装解除了，你要对我怎样？一曲一球，我能把你怎样？对不对？你真的是把我杀了，把我关起来，我能够抵抗吗？我现在之所以有发言权，是我还有武装啊，哦，那所以呢，要不然投降就灭亡。所以呢，等于向哈马斯下最后通牒，哈马斯已经传出拒绝声浪了，哦，说这是美国替占领这个占领这个加萨这个地带呢来证明而已，你替他证明，用比较好的名称说和平来掩饰他的占领啊、哦。那川普说呢？巴勒斯坦人不会被迫离开加萨，纳坦雅胡会道歉，承诺不再攻击卡达，哦，就和平啦，啊，川普这样认为了啊。那但是呢，《经济学人》的最新报道说，加萨战争打到众叛亲离，说以色列如果再继续这样一意孤行下去，恐怕会失去美国的澳元。但是呢，川普显然还蛮支持以色列的啊。那以色列陷入国际孤立，哦，那以色列总理呢要求以色列减少对外依赖，我们靠自己，我们靠什么外国？不要靠外国了哈。那另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尔说，美国以色列关系强劲了哦。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特使说，乌克兰也许呢可以深入打击俄罗斯，因为他可能要给他长程武器，直接打到莫斯科，打到俄罗斯。我们看一下。President Trump, are you confident, sir, there'll be peace in Gaza anytime soon? 川普站门口亲自迎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一起对记者比赞。双方白宫会谈后达成20点和平计划。Israel would have my full backing to finish the job of destroying the threat of Hamas, but I hop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a deal for peace. And if Hamas rejects the deal, which is always possible. 这份20点和平计划要求哈马斯立即停火，以色列从加萨撤军，同时哈马斯在72小时内送回人质，巴勒斯坦人可以留在加萨。不过哈马斯必须缴械。对于加萨方面将成立和平委员会，川普出任主席，并由国际机构领导过渡政府。I support your plan to end the war in Gaza, which achieves our war aims. It will bring back to Israel all our hostages, dismantle Hamas's military capabilities, end its political rule. 就在纳坦雅胡会晤川普期间，自家人民在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看着转播静坐抗议，对川普跟纳坦雅胡有点没信心，就怕又是空头支票。但传出斡旋的卡达、埃及已经跟哈马斯代表分享计划，哈马斯代表称将以诚意审视并给出回应。哈马斯是否接受20点和平计划将是关键。老师，你觉得哈马斯会不会接受这20点？老沈，你觉得？
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三方啊都已经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没有地方可以转折的点。那纳坦雅胡跟川普可以造出一个20点的内容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那其中就是解除武装跟要赦免这个哈马斯这一点是一种羞辱啊！我还被你赦免，所以这个如果答应了，他的人设就完蛋了啊！但是如果这一次还没办法谈拢，没有一个结果，我觉得恐怕天上的耶稣，还有穆罕默德，还有代表犹太教的，恐怕在天上都要开会了，因为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加沙人民的痛苦是达到人类社会能够达到的极限，所以哈马斯这个苦药啊，要吞还是不吞？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马上拒绝，他说带回去，好好深思熟虑，因为他晓得这个是有他的道理，他不吞的话，恐怕大部分的加沙人民除了属于他这个派系以外的，恐怕也会说好吧，这样总比没有好。所以呢，他不吞，他会变成更加的孤单，而这个命越拖，这个日子会越难过。所以，而且这个川普啊，很急着有结果，他甚至很自豪的讲，这个如果成功，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以哈战争啊，要比俄乌战争难以收拾。因为这千百年的恩怨情仇啊，有宗教的成分在内，有你死我活的成分在内，跟俄乌不太一样。因为俄国要占乌克兰那些领土，有他自己的俄罗斯的人民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这等于要灭火，要灭另一方的国家的这种你死我活的，如果能够有一个结束，那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大概跟纳坦雅胡讲好了。这是非得有一个结果，如果你不接受，我在修理哈马斯之前，我先修理你，所以纳坦雅胡接受了。不过这个你看川普多好大喜功，他们将要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川普本人担任主席。川普就想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就有机会了啊！就他想这个来，这个暐瀚怎么看？因为这个要求非常的严厉哈，就必须在72小时，那算就3天，你必须要同意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人质都释放，然后呢，他这个加沙走廊被拘留的1700多人跟巴勒斯坦的囚犯呢，他也放回来。可后面关键就是你要解除武装，而且你要成立这个过渡的政府。那这种时候，因为川普他话讲得很重啊，你只能接受啊，你不接受我就跟以色列一起把你全部歼灭。那以色列现在同意了，美国又主导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怎么办？我现在在看国际各国会有什么想法，因为才刚刚联合国大会的时候，150几个国家大家看到，对，就承认巴勒斯坦，而且呢，这个 G7 里面有这3-4个国家已经就说我们是对于这段期间以色列对这个加沙走廊这些哈马斯，包含他们的民众还有很多的小孩，2万个小孩因为这样子的上升，对于这样的行动其实是不支持的。可是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能接受我的20点和平计划，否则的话你会更惨，会有更大的这个战争跟战事还有杀戮。那我不知道其他的国际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因为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当然了，有时候川普他讲72小时，可能72小时到了以后再多几天也有可能。所以刚刚那个大佬也是一时语塞，对不对？不知道会不会我其实我真的没有能力去判断哈马斯会不会同意。只是它确实是一个解决现在目前战火的一个方案。那站在川普的立场，他有时候软，有时候硬，他要的是他的这个历史定位，就是说我结束了这场战争。可对哈马斯来讲，因为他们的那个情节跟仇恨是这么多年，你所提出的这个解除武装，一旦解除了以后，对哈马斯来讲，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他们会不会同意？可能也在考虑这一点。刘明，这一次他的这个20点和平协议呢，讲得非常的细。那其实对于哈马斯来讲呢，它其实有几个需要考虑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呢，就是你必须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你要赶快把人质都交出来。第二个呢，对哈马斯本身的人，他是说我给你赦免，可他赦免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们得要到第三国去，他不可以继续待在那里。那第三个就是，那谁统治
这个加萨哦，甚至包含约旦河西岸，现在以色列已经占领的一些地区呢，现在比较善意的对巴勒斯坦民众来讲，不是哈马斯，比较善意的这个在方案里面，他是说他们不用再被以色列逼走了，因为以色列对加萨曾经有一度说一个都不可以留，你通通巴勒斯坦人要给我出去，但是现在美国介入呢，他可以留在当地，但是呢，统治他的呢。他要有一个过渡的计划，过渡政权。除了川普本人说他要做这个和平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呢，第二，他把那个 Tony Blair， 就是英国的前任首相把他找出来说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合作。那表面上呢，好像大家觉得说，除了川普以外 ，Tony Blair 呢，他因为是工党的领袖嘛，他没有那么右派或者那么民族主义，也许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可以平衡一下这个形象？但是不要忘了，Tony Blair 跟美国的关系他最大的政治上的污点，就是在美国当年呢去攻打伊拉克，说这个海珊政权拥有化学武器的时候。Tony Blair 是给他背书的英国是背书的，就后来调查发现说根本没有呢，结果伊拉克的人民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战争的痛苦呢，英国 Tony Blair 本人也是有份，所以这样的安排，纳坦雅胡他跟他原来很强硬的立场，他有没有让步？确实有一些让步，但问题是，纳坦雅胡大家刚才看到画面了，他跟川普在一起笑的也是笑容满面，因为什么？因为川普是他的最大的支撑者啊，而且他知道川普是挺他的川普挺以色列到什么程度呢？他跟中国大陆这个争议那么久的 TikTok， 他最后是让犹太的金主控制美国的 TikTok。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心心念念的都是犹太的跟以色列的利益，连 TikTok 这个 deal 都是这样的时候，纳坦雅胡没有担心。那当然，他们现在说这个和平委员会暂时统治的这个政权转型之后呢，他们是会要扶植巴勒斯坦人的政权，但是呢，那种状况，大家看看那个伊朗。那时候美国搞那个巴勒维政权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亲美的政权，可是后来对当地的民众，尤其是他很宗教性的人，根本不能接受。所以呢，这个的纷争这种方案呢，刚才包含沈大佬跟伟汉都分析了，其实要哈马斯或者是一些被羞辱到了极点的巴勒斯坦人要吞下去，确实有难度。可是呢，更多的妇孺小孩，那些快要饿死的孩童，这个很可能他们在非常强迫的压力底下呢，说不定被迫要吞下来。因为国际媒体在第一时间的报道是说，哈马斯他们把这个提议朝善意的方向来思考，那当然最后会怎么样？那我们大家还要屏息以待。我觉得关键就在要哈马斯解除武装啦，整个核心在这个问题啦。那哈马斯一解除武装，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嘛。那我要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都要成佛还是继续干就是看他们自己到底这个里面的权力分配到底怎么考量了。如果考量到妇孺这个和平那就好吧，算了。那如果想说我的权利我放下以后，我将来会什么样的后果？不知道啊。而且以色列真的像他讲的那样吗？真的和平吗？那也许他就不肯解除武装啊。休息一下再回来。等于有条件。好不好？今天我看《中国时报》这个标题，我想完了。台湾的大案子，我看到大案子，就想说这个不知道会怎样了快定了。哎呀，对美国来讲这个台积电这种大案子，晶片说呢，这个台湾你一直说你们有细盾，那美国商务部长说你有细盾，那我呢？你的细盾是我保护的呢，那我保护你。万一你离大陆这么近，只有80英里，我离你有9000英里，万一大陆打起来把你拿走了以后，那我怎么办？而且高阶的晶片95%以上都在台湾制造，
你拿走以后，我怎么制造我的高阶的武器啊，高阶的产品啊？那我怎么保护你呢？啊，他用这个做理由，意思呢，要台积电，要台湾的晶片呢，说五分，一半留在台湾，一半留在美国。他还说，就算留在台湾，我们也得靠台湾呐、但至少台湾如果没有了，我们美国还有一半呢、哦，就是要抢人家钱哦，编一个理由了哦，这个通吗？这个是不通的哦。那好，那么说呢，要5分哦，而且呢，如果你要我保护你，你就要得让一半的晶片啊。那另外呢，这个突然行政副院长郑丽君第5次到美国去谈判，第5次哦，说持续磋商沟通，因为你印证这个美国商务部长说大案子快定了，然后呢，这个行政院副院长他这是谈判的这个主要人物，赶快去，就看起来老媒体说来，快了，赶快，我们快要决定了，快要拍板了哦。那要把晶片在美国生产了，说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变，虽然你没有了一半以上的晶片，我还是保护你的啊。那嘴巴这样讲啊，当然是我有晶片，你会比较保护我。如果你那么在乎我的晶片嘛，对不对？哦，那我们看看全台湾3奈米以下的，台湾占95%，这是他讲的。哦，高阶的，美国只有2%，其他3%。5奈米以下的，台湾75%，南韩15%，美国5到10%，所以美国占的比例很少。但是我讲过，晶片最早是美国发明的，美国制造的，美国生产的，所以台积电它最早还派人到美国 RCA 去学的，都是美国嘛。只是因为后来美国成本太高了，然后呢，美国的环保署对环境的要求太这个严格了，因为晶片制造产生非常多的污染，哦，所以才移到日本。后来日本做得非常好，美国又火大，跟日本讲说你不能卖那么贵，要杀你的价。日本一发觉无利可图，才流到南韩跟台湾，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现在美国要抢回自己做哦，还不准你们做哦。所以呢，那台积电在美国有设厂啊，2024年第一座4奈米量产，然后第二座2028年3奈米会量产，然后到了2030年第3座2奈米哦会量产哦，所以。中央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吴大人说，台积电如果配合，恐怕把台湾投资的动能统统没有了，因为呢，起码要投近5000亿美金，才能够达到美国的希望，什么一半啊，不是去一半钱还得台积电出啊，哦，那外国媒体说不可能啦，不切实际啦，怎么可能做不到的啦哈？那工商界就说这是要流氓强盗，哦，很多国家都觉醒了，不屈服，台湾不该屈服。哦，这个网络也炸锅，是比共产党还厉害哦。那好了，这个将军怎么看？基本上哦，这一次这个卢特尼克哦，他所提出的这个其实是真的就是美国利益优先。那要从2%的产能一直提高到跟我们55分哦，总共刚刚像赵大哥讲的，要投资5000亿美元。那这5000亿美元还要台积电自己来出，那我们到底换到什么？也没有说，他说要保护我们，但实质上这个保护的内容是什么？是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军售呢？军事武器呢？还是说真的我们遇到什么危险，他会派出军队来保护我们吗？其实到目前为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哦。然后为了这个未知数，我们等于牺牲了整个台湾的经济跟未来。到底如果假设台积电不继续在这里投资，然后不继续在这里生产，我们台湾会少了多少的这个经济动能，甚至是工作机会？那有很多我们的人才也必须要外移哦。所以我今天看报纸哦，这个国安会的前副秘书长哦，这个杨永明他就说，这个就是像歹徒抢劫，他来抢劫之后还说这个是为你好，钱放在我身上比较安全哦。那当然我想哦，就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哦，他是一直都是亲美，但是亲美必须要有政策。那亲美的政策是什么？亲美之后，他们应对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不能什么都白送他嘛。我们换到的到底是什么？无条件的配合，那到底会给我们额外的保障吗？那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
成为真正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我们只是一味的把东西都送给他，然后能够换到什么，我们大家都不清楚、不知道。然后台湾未来呢，这个战略的价值被稀释，我们的重要性下降。真的有人相信说，我们把这个晶片移了50%到美国，美国真的在我们发生危险的时候，还会特别来救我们吗？我想这个应该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相信这个说法。志豪议员。其实，节目上我记得我们从这个年初就开始讨论哦，这个不管是这个台积电半导体等等等等，还有美国这些要求，已经讲了非常非常久了哈。那我本来想说，他们的说法都是哇，你应该把这个台积电的产能移一点过去哦，或者说怎么样？我不知道，想不到啦，他现在居然连演都不演了哦。以前只是说是不是去投资，好，是不是去做一些这个分配，但是现在开始说你直接把产能甚至一半的产能都移过去了。我觉得是这样，台湾半导体产业是我们台湾非常非常坚实的一个后盾哦，也是我们过去不管是这个最资深的工程师，还有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的累积而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而且现在半导体产业在台湾，不管是这个制造或者它的供应链等等等等，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在这个时间点，你说要把这么大的产能完全移到美国，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对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逻辑哦，他刚刚是讲说啊，我如果都把所有的产能放在你这边，那我距离你们那么远哦，那这个中国大陆距离台湾那么近，那我们怎么来保护？可是他又讲回来说，好，那你把这个50%的分给我们之后，我们还是仍然保护你。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你如果认为你本来就可以保护我们，你就不需要做这件事嘛？还是你美国已经要讲说，其实我真的不能够再保护台湾，或者我的能力不及到这么远的？我觉得他的逻辑自身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矛盾。所以我觉得55这件事情哦，如果你真的要做，我觉得也不可能做到55，也不行做到55。它有几道护栏，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个说，关键的这个制程还有核心的研发，你必须一定要也留在台湾。这个点，我觉得政府是绝对不能够退让。再来，任何的这个技术的外移必须要有等值的回补，比方说什么，我们现在正在跟这个美国谈关税，那你是不是如果你真要做一点点某些部分的产能转移，你是不是应该在关税问题上得到一些回报，好，或者一些采购的合约，或者是等等出口管制互认的这些东西来引进技术投资台湾，这是互惠的一个原则嘛。再有最后要讲哦，其实这个问题半导体问题不是只有产业的问题，它是一个台湾国安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政府要审慎的考虑，积极的应变。就是美国没有决心要保护台湾了。如果他有决心的话，就算100%在台湾，我也保护你。他现在讲什么？他说就算55哈，我们还是如果台湾被大陆拿去，我们还是致命的。但是至少我们还有一半呢。讲这什么话？那就表示他可能要放弃了。我们看一下。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传出已经动身前往美国。副院长什么时候去美国谈判？关键时刻传赴美，恐怕就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这一段谈话。若台湾掌握95%的晶片，美国要怎么取得这些晶片来保护台湾？难道透过飞机或船运而来？美国必须减少对台湾的晶片依赖。接着，他抛出了台美晶片55分的构想。他解释，如此一来，美国仍在根本上依赖台湾，因为没了另一半，我们活不了。但如果美国掌握一般晶片，就有能力做必要的事。谈判团队的目标就是继续为我们产业争取更好、更合理的税率。至于谈判进度内容到底到哪，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台美双方持续积极就对等关税等经贸议题磋商沟通，有相关的资讯进一步说明时，将适时跟国人报告。来，志豪月。我觉得现在当然，你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是他讲的话嘛，当然是站在美国立场。美国立场是什么？他当然是要分散风险啊。他不管怎么样，他所有的谈判的前提当然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嘛。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在这边觉得，哎，你怎么可以对我们讲这种话？你怎么可以如何？你根本没有真心想要捍卫我、保卫我。可是你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不管他有没有真心想要保卫你，他就是这边买一个保险，那边买一个保险，寿险单多买几张，他有办法买，他当然就买；有办法分散，他自然就分散。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当然现在就是要把话讲得特别的严重。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谈判，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筹码跟空间要跟他斡旋嘛。而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对美国来说不是只是个晶片生产地，所以我们不是说啊，今天就算他说要55分，就算我们跟他55分，台湾这对美国假使就没有其他战略价值，就只是一个晶片生产地的话，那 OK， 那大家今天可以收了，我们可以不用再继续谈了。但是台湾在地缘政治上，在整个太平洋，在美国整个东亚战略，或者在中国的对外策略
的对外的提升的中间，台湾就是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不管今天晶片是跟它73分、64分、55分还是几分，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说，这是美国想要分散风险的企图。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去保卫我们自己本身，不论是关键的技术，不论是我们自己的研发，或者是保持我们继续在业界领先的这个 edge，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更重要的事情了。我觉得很幸运，幸亏志豪啊，只是一个议员。他如果是我们的谈判代表，我们就完了。为什么？他太绅士了，绅士跟这一群人讲这些道理不必要，因为这些人的特征就是：第一贪，第二霸，第三脸皮厚，第四逻辑不通，就是这样。我刚才你讲到一段，我是同意的。你应该怎么回应他？你既然认为晶片在我们手中，你既然认为晶片这么重要，没有台湾的晶片，你连飞机都飞不了，那你就要尽全力保护台湾，来 make sure 确保台湾的晶片的这个提供给你啊，源源不断，源源不绝啊，不就得了吗？就这样就得了嘛。你连保护台湾取得晶片都做不到啊，你只是要把它搬到美国去，你就是贪这个利益而已嘛。所以跟这种人，现在大家都讲，老共大概不会打台湾，大概不会武统，但是会穷台。你觉得他是不是在穷台？老美是不是在穷台？老美穷台比老共更狠啊，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些废话不要讲，我只这么一个预测啦，我不敢说我建议，我说建议啊，这个老美会找我算账。我只是这样预测啦。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在未来美台的协议中出现，或者是任何其他重大不公平的协议出现的话，我跟你讲，这一点在台湾不管蓝绿，甚至商界也都有共识的哦。马上你3天内走上街头了，你相信不相信？走上街头。不过我觉得北京应该说话。遇到这种事情，北京那边都不讲话。北京应该站出来说，老美天天讲说我们要把台湾拿去，我们要把台湾拿去啊，我不会把台湾拿去啊，除非台湾宣布独立，除非你美国支持台湾独立，我不会打他的，我打他干什么？对，我打他结下血海深仇，世代都不能忘记这个仇，我打他干什么？我没有要打他哦，是你老美讲的哦，我没有要打他哦，只要他不公开宣布台湾独立，我不会打他的。你老公真的介意就是台湾独立嘛？台湾不独立，你打台湾干什么？所以你为什么不讲讲呢？老美不要去抢哦。这时候你该讲话你就不讲了，在那边不讲话哦。每次人家老美那将领说，那19什么20什么35啊，20什么40啊，要打台湾，他都不讲话。他应该站出来说我没有要打，我打什么？是你美国人讲要打，我从来没有说要打他，不会讲这个话吗？需要再回来。